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2年后，赵丽颖和冯绍峰联手给娱乐圈上了一课。赵丽颖和冯绍峰世纪大复合了。知名媒体人爆出2人深夜密会，一个戴着黑色口罩，一个黑色鸭舌加上白色口罩，打扮十分低调，但还是被眼尖的狗子发现。官宣离婚到现在已经2年之久，但这却是2人的首次同框被拍。值得玩味的是，若是其他分道扬镳的夫妻牵扯到一起，难免会经历一场骂战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到了他们2人，评论区画风却出奇一致，无谓其他，只因他们2人值得。2013年，一部《杉杉来了》将赵丽颖推向了流量宝座，自此，她的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。片约不断，花千骨青云志，楚乔传老九门，代言不停。陆博言彩妆，早夜品牌，浪琴。短短几年，她就跻身于85小花的行列。那时，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借着这股东风，继续将事业发扬光大。谁曾想，她却转身谈起了恋爱。出演《知否》女儿国期间，和冯绍峰因戏生情。那时候2人互动的糖分简直超标。主持人用动物形容3个男艺人，他林更新是狗，谦哥是鸟，冯绍峰是白马王子。如此双标，恋情实锤了吧？恰恰相反，暗地秀恩爱，互相探班，牵手散步，明面上否认，对恋情矢口否认，刻意避开镜头。地下恋持续到了2018年，这一年2人官宣结婚，没有华丽的词汇，没有动人的情话，只是赤裸地表达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日子很长，过去很好，愿未来更好。谍战般的爱情，尘埃落定。对于2人的结合，外界的声音清一色好评。男帅女美，最重要的是2人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事业爆发的时间段全都集中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，相貌般配，事业也旗鼓相当。如此看来，倒也算是一段佳话。大众眼里的冯绍峰是成熟的、理性的，可和赵丽颖结婚后，他变了。这个45岁男人固有的人设彻底崩塌。和赵丽颖事业坎坷不同，冯绍峰的人生是一路绿灯，在每个节点都能幸运地做出最优选择。第一个节点是电视剧转到大荧幕，《宫锁心玉》爆红后，不少同类型的剧本找上门，他没有选择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人气，而是选择参演了和之前形象反差极大的西楚霸王项羽。事实证明，他赌对了。犀利的眼神，强大的气场，直到今天也依旧是经典。除了获得观众的好评，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让其他制片人和导演看到他的可塑性。除了嫩得掐出水的小白脸、公子哥，粗犷的大汉也照样手到擒来，颜值和实力成正比。接下来就是事业的爆发。狄仁杰之神都龙王，后会无期黄金时代，大爆剧一部接一部。当时的他有多红？红到陈玉珊来大陆见过他的人都会提一嘴他的名字。我在大陆，每一个人都跟我提他的名字。换作常人，早已飘飘然。可他不同，一心逃离舒适圈。于是，第2个节点来了。没有在稳赚不赔的商业片上固步自封，而是转身前往了内蒙古。为了更好地诠释狼图腾，整整8个月他都待在大草原，和羊同吃，和牛同住。大众对他这个决定嗤之以鼻，可时间证明了他到底多正确。电影上映，他荣获2016年百花奖最佳男主。不出意外的，这一次他又停下了脚步。
我不会去接那些我不喜欢的戏。如果说我一样要这么辛苦的去诠释一个角色，为什么不挑一个我喜欢的？这是他在某次采访中所说的话，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他带给观众的作品屈指可数。以上种种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大男子。但结婚后，他变了，接起了真人秀综艺，在节目上童心未泯，不顾形象地冲上蹦床，在上边蹦蹦跳跳。节目上的他坦白，没有我们想象的坚强。我拍戏或者碰到非常不愉快的，我回去就抱头大哭。做事情也并非我们所看到的游刃有余，会认错人，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会磕磕绊绊。当然，最大的反差还要是他实际是妻管严。接受采访时，一不小心暴露了儿子的小名，被吓到后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老婆。我讲漏嘴了，能说吗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眼里流露的是满满的爱意。他真的是妻管严吗？显然不是，这是他骨子里的教养。他的教养告诉他要学会尊重，不止老婆，别人也是如此。比如真人秀节目的素人莫妮卡，一个醉心于麦田的研究者。起初，他想用自己儿子的名字命名麦田，但当他感受到莫妮卡对麦田的执着后，他改变了主意。因为比起秀自己儿子，帮助他人更显得有意义。后来的事情，我们也就都知道了。他和节目组联手，为他设计了一款以 M 开头的麦田。次日，他看到麦田，激动得眼含热泪。在大多数人为了名利挤破头的年代，能放下自己愿望帮助他人的人少之又少。冯绍峰就是其中一个。留心观察他人，释放自己的善意，以至于起初对他们婚姻不看好的人，全都真香。一开始知道他和丽姐结婚骂了一上午，现在被打脸了，真的很般配。他俩结婚的时候我还不看好来着，现在感觉真香了。只可惜为时已晚。2021年，两人官宣离婚。颖宝发了一张红色公章分手声明书，冯绍峰依旧如初。日子很长，过去很好，愿未来更好。随后微博崩盘，不到1小时，参与话题讨论的人就高达4000多万。恢复单身2小时，颖宝社交账号涨粉16万，人数不多，但却足以说明粉丝的态度。离婚不会脱粉，甚至还会获得更多人的喜欢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离婚不仅没有毁了他，还成为了他事业的垫脚石。一路高歌猛进，整个人也格外的有气质。温柔知性是他，清丽秀雅是他，英姿飒爽也是他。冯绍峰与其对比，简直一个添一个的。03离婚后，冯公子的事业已肉眼可见的下滑。去年，一部名为《星河长明》的古装剧横空出世，主角冯绍峰，观众乐衷于古偶，也曾对八阿哥倾心，因此该剧刚一上映就受到了大家的追捧。只是期望多大，失望就有多大。剧情俗套，特效拉胯，最辣眼的是他和女主的感情戏，单看彭小苒还是挺惊艳的。一身红衣，隐隐有东宫的既视感。然而镜头转向峰哥，不对味了，一脸疲惫不说，这臃肿的身材是怎么回事？说好的玉树临风呢？说好的气宇轩昂呢？观感差点就算了，毕竟是演员，演技过硬也能弥补这么大的落差。可事实是，他的演技也在下滑。女主下药威胁他，本该慌张失望的他，却满脸享受。别的男主看女主含情脉脉，到了他满脸慈祥，年龄、形象偏差的别。可偏偏两人的吻戏还很多。网友辣评：冯绍峰你是真缺钱啊？到底缺不缺我们暂且不知，唯一确定的是，有踩的地方就有捧。
而捧的对象就是他的前妻赵丽颖的风吹半夏。剧本硬，演技也硬，在我们的认知里，他是个傻白甜。但这部剧，他刷新了大众的认知，满身泼辣，野心勃勃，这其中还掺杂着一丝痞气。而在角色精神的赋予下，他本人也越来越有了野蛮生长的生命力，一个停滞不前，一个高歌猛进。用大众的话来说，就是这对半路夫妻走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。而大众之所以惋惜，无非是因为他之前也辉煌过。英俊多情的陆浩中，意气风发的吴宇生，玉树临风的民国少爷，任谁看了不迷糊。再看当时的八阿哥，一经播出就火爆全网。那时候的他有多红，网络数据说明了一切。不到1个月，粉丝超过130万，随便发一条微博，网友互动就高达10几万。就连当时的周杰伦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，而他凭借该剧吃到的红利远不止于此。行业追捧，主流媒体也一样，登春晚，上元宵，表演遇到瓶颈就转行当监制、演员、导演2种身份来回切换。气人的是，样样都做得很好。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开始变得沉寂，上山的人变成了下山的人。有人惋惜，他却说，天天让我拍戏，我也觉得挺烦的。话罢，他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，那是一条和前妻截然不同的路。尽管他们已经离婚，但一日夫妻百日安，他们都记得彼此的好，而这已经足矣。